颗就要价268人民币，等于170块马币。为什么会这么贵啊？大家好，我是 John。上一集我们把货柜箱搬进来的时候，困难重重，泥土下陷，吊车也差点翻车了。没有看过视频的伙伴，我把视频连接放在下面的视频描述页面，点进去看就可以了。同时也可以点击下方订阅我的频道，追踪美丽家园改造货柜屋最新视频。我们用线测量距离，调好水平线，挖第一尺深，用木板做混凝土块倒模，放入钢筋，然后倒水泥，最后做成一个正方形的混凝土块支柱。用了6个支柱定型一个货柜箱的位置和承载重量。这里有3个货柜平地直放，另外2个货柜箱叠在3个平面的货柜箱上面横放。基础的布局呢就完成了。窗口啊，我哋走出嚟先靚啊嘛。You spend the same money, you spend the same work, why you don't you do the right thing？ 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呢是外观和内部结构支柱的切割和门窗焊切。用切割片比焊切好看，缺点是切割片损耗比较多，时间也比较长。焊切的速度快，需要一定的技术，打磨切口的工作多了。高温造成的空洞呢，需要修补，所以这里要靠技术来找平衡点。这是之前用的4寸切割机，马力太小，切片的损耗大，操作起来也辛苦。后来换了一个大马力的，用的是7寸切片，效率马上提高了。工作所需的零件、组件、工具，这里供应很短缺，会影响进度。
整体的工作进度呢是由天气来决定。下雨呢就全部都停工了。Susah. Sini sakit ya, belakang sakit. Ini mudah lagi yo. 你不要啊？降雨量太大也会影响榴莲的生长。马来西亚有3个季节，说的是旱季、雨季和榴莲季。在我身后这一棵呢是猫山王，那果实都比较小。这棵榴莲树已经挂满了很多榴莲果，有些已经成熟，快要掉下来了。这棵这是很好的品种 D24，果肉的口感和浓度都非常好。树上自然熟，冷冻带壳进口榴莲，在中国的销售平台一颗就要价268人民币，等于170块马币。为什么会这么贵啊？大部分品种好的榴莲树呢都有脾气，需要适合榴莲树成长的天气，水分太少不行，水分过多也不行。榴莲树要用的特制树肥也很关键，其中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位置栽种。种在山上的榴莲，尤其是像这种斜坡，很陡啊，超过45度，就像这个，那收集榴莲的人呢，让收集比较容易呢，就那么一个台阶，这个面积呢，大概有15到20尺吧。我现在全身被蚊子咬啊，你看我镜头在抖，那因为是我在抓。榴莲的树是会长出这一个台阶的，这个延伸出去的话，那这一个上面呢，正好现在有1颗榴莲，2颗挂在那边。那如果正好掉下去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那怎么捡呢？你看这个陡坡，绝对是超过45度了。我刚才花了很大的力气啊，从这里爬起来，真的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，当榴莲如果是掉下去这样子的地方的话，要不然就等烂掉。看到的话还是会捡了。那如果一般在这样子的山坡的这种榴莲树呢，收集榴莲呢，绝对是一个苦活，很辛苦的一份工作。我现在已经被叮得完全麻木了，痒是很痒的，绝对是痒的，可是已经痒到麻木了。我刚才上来的那条路呢，我已经找不到了，好像是那一边，走来走去，是这里吗？好像就这。我觉得很奇怪啊，我是找我们上来的，对，是这条路。Oh my god！ 好了，又到下一个坡了。我已经快累死了。我已经打死了很多只了，但是打不完的，还得继续走。还有一段路。